一辆卡车因为故障已经被困在沙漠里整整1天，放眼四周全是黄沙，没有一个人影。车上的52人不停地在卡车影子和车底躲避太阳的炙烤。在喝完最后一滴水后，情况开始急转直下，一个又一个人因为脱水或中暑倒了下去，然后再也没有起来。望着眼前令人绝望的场景，有2名年轻人决定拼死一搏。他们冒险徒步到80公里外的小镇求救。1天后，赶来的救援人员找到了这辆卡车，但眼前的景象令人毛骨悚然。大家好，我是沈眠。刚才这一幕是今年6月初在非洲发生的一起极为惨烈的事故。非洲北部的撒哈拉沙漠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，总面积约932万平方公里，跟中国的国土面积差不多。我们本期故事的发生地位于尼日尔、马里与阿尔及利亚3国交接地带。这片边境荒漠自古就是商旅通行要道，但沙漠中所谓的路其实只是被卡车、越野车压成的野路，路线杂乱无章，岔路繁多，部分路段的车焰并行宽度甚至达到1公里，以至于经常会有司机因为跟错车印被困沙漠。而这里方圆上百公里可能都没有水源，没有手机信号，有的只是一望无际的荒漠，这也导致死亡事故频发，所以这条古道又被人称为死亡走廊。2026年5月底，一群尼日尔人正准备乘车从马里返回尼日尔，他们的路线是从马里的塔尔汉德克镇出发，然后沿边境线前往最终的目的地尼日尔北部边境小镇阿萨马卡，全程约600公里，预计需要5天左右。包含司机在内，车上共有52人，有些是在马里金矿打工的人，有些是到马里跟亲戚共度宰牲节的人。他们搭乘的并非普通客运大巴，而是撒哈拉地区常见的货运卡车改装车，本地人称其为荒野卡车或者是灌木卡车。相比普通大巴，货运卡车的底盘更高，轮胎更厚，很适合沙漠河床这类地形。再加上这种车的票价很低，所以在当地很受欢迎。不过也是因为票价便宜，司机为了多赚钱就会超载。通常一辆载重15吨的卡车，实际可能会搭载60到120人，而且还要再装上行李、油料、水桶和食物等，其重量远超设计值。因此这类车在沙漠里也经常会发生故障。今天这辆车就遇到了。出发几天后，可能是对路况不熟悉，司机误选了一组车辙音更少也更松软的路线，这导致他们一路频繁陷车，然后出现故障趴窝。位置在尼日尔与阿尔及利亚的边境地带，距离目的地阿萨马卡还有80公里。他们车上带了几大桶水，可经过数日赶路后，大半水源已经消耗殆尽，剩余的少量水还要分摊给52个人，所以根本撑不了太久。司机等人尝试过维修，但没能成功。卡车需要更换配线，而这里却没有任何信号。他们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，要么徒步80公里前往最近的小镇，也是他们的目的地阿萨马卡求救，要么就留在原地，寄希望于能够碰到其他车辆。在考虑到缺水、高温、容易迷路等风险后，他们决定原地等待。可他们走的路线并非常规主干道，所以整整1天没有一辆车出现。当晚他们在车上过了一夜，并希望第2天能有一个好运气。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第2天他们迎来的不是过往车辆，而是地狱。随着太阳越升越高，沙漠中的气温也开始飙升，最高时达到50摄氏度，而他们的水几乎已经耗尽，所有人的嘴唇都开始干裂出血，喉咙也如灼烧般刺痛，四周没有任何遮蔽物，只能躲在卡车的影子下。到了正午，卡车的影子也几乎消失，他们又全速地钻进卡车底部，但那个狭小的空间热得就像蒸笼一样，让人连呼吸都变得非常困难。于是他们又不得不爬出来透气。随着太阳的炙烤，绝望的情绪开始在人群中蔓延，严重脱水叠加重度中暑，让他们的意识逐渐模糊。一些体质弱的老人与儿童开始倒下，之后青壮年也挺不住了，有人开始出现幻觉，冷热感知也彻底错乱。他们离开卡车，在沙漠里漫无目的的行走，但走着走着就倒了下去，然后再也没能起来。看着眼前如地狱般的场景，有2名年轻人再也受不了了，觉得与其在这里等死，不如拼死一搏。他们分别是穆罕默德·巴希尔·苏利与伊萨·奥马尔，2人准备徒步到80公里外的边境小镇求援。他们在傍晚时开始出发，在高温、缺水且很容易迷路的沙漠中，很难想象2人一路上经历了多少煎熬。但幸运的是，他们在沙漠中徒步50公里后，竟意外发现了一处泉眼。2人趴在泉边大口补充水分，体力总算得到了一些恢复。
考虑到身后还有一群人在等待救援，在将瓶子装满水后，二人继续出发。连续走了10几个小时后，6月4日早上，他们终于抵达边境小镇阿萨马卡，并赶快报警求助。尼日尔派出军队前去救援，并在中午成功找到被困卡车。可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头皮发麻，因为这里完全就是一个人间炼狱。卡车的周围底部全是尸体，空中浓烈刺鼻的腐败气味让人无法呼吸。一些人似乎想徒步自救离开了卡车，可他们走了不足100米就倒了下去。经过检查发现，除去幸存的2名年轻人，卡车上剩余的49人全部遇难，他们到死都没有等到一辆车经过。这些就是当时的真实画面。因为遗体太多，全部运回去不太现实，再加上大多数已经高度腐烂甚至碳化，拉回去有可能会引发瘟疫，所以官方决定在原地将全部遗体进行集体掩埋。处理完遗体和他们的行李后，救援队于当天下午开始返回。但让人没想到的事又发生了，因为来时的路沙窝太多，所以返回时他们改到了常规主干道行驶。结果走了30公里，又碰见一辆被困卡车。那辆车是从马里的哈鲁巴镇出发，目的地也是尼日尔。这辆卡车上的人更多，有60多人。他们因为卡车电池故障，已经被困在这里整整3天，车上的水也几乎全部耗尽，许多人已经出现了严重脱水症状。救援队赶快给他们分发饮用水，并帮忙修好了卡车，这60多人才得以获救。可以说，如果救援队没有改走这边，那他们的下场肯定和另外39人一样。在撒哈拉沙漠中，其实这样的悲剧经常出现。就在今年早些时候，就已经有19人因为同样的原因在这里丧命。2025年也有至少35名移民在此遇难，但最惨的还是2013年，92名移民，其中包括52名儿童，因为卡车抛锚被蛇头遗弃在这里，然后全部渴死。但即便如此这条死亡走廊依旧车辆不断，因为它不仅是撒哈拉以南民众偷渡前往欧洲的核心通道，也是大量跨国务工人员的通道。无望的生活迫使人们铤而走险，踏上了这条危险的沙漠古道。或许消除贫困才是解决这类事故最有效的方式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